大家有想过电影《料理鼠王》的场景有可能真实存在吗？老鼠在巴黎虽然老鼠不会做菜，但当地的市民正准备进入与鼠共存的新时代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巴黎鼠患吧。嗨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以浪漫花都著称的巴黎，一直以来都有严重的鼠患问题，城市里面到处都看得到老鼠的身影。过去数十年，巴黎人用了各种方法想要消灭这些难缠的老鼠，但就在今年的6月，市长伊达哥就宣布灭鼠计划失败了。他们决定不要再把老鼠当成敌人，而是想办法跟老鼠当好朋友，迈向与鼠共存的未来。而这个大胆的决定也震惊了世界各国。究竟巴黎的鼠患问题有多么的严重？灭鼠作战为什么一直失败？巴黎人对于市长的决定又是怎么想的呢？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，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。你喜欢推理小说吗？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推理女王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小说。克里斯蒂写过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等等接近80本经典的作品，现在这套小说大全集正在进行集资当中。远流出版社为他独家开发谋杀天后密室 App， 还推出了指店合一买1送1再送3的超值方案。现在只要买一套这本书就能够免费得到一套会进化的电子书，再加码赠送克里斯蒂自传和台湾首次为他制作的18集有声导聆。目前的早鸟限量优惠，另外再送英国原装进口官方拼图，内附独家索引海报，让你透过纸本、电子、声音、游戏全方位的进入克里斯蒂的世界。赶快到资讯栏查看更多的详情，输入志祺77折扣码，再享折扣100元哦。根据统计巴黎大约有200万人，但老鼠数量却高达了大约600万只，将近是人口数量的3倍之多。其他城市的老鼠大多在下水道菜市场或者是垃圾场出没，但巴黎的老鼠更加的猖狂，在游客很多的景点也常常看到米奇的身影，像是知名的这个杜乐丽花园、罗浮宫、埃菲尔铁塔都能够看到老鼠在草皮上面逛大街，或是翻找垃圾桶的食物。由于老鼠会破坏市容，咬破垃圾袋，造成恶臭跟脏乱。每年呢，巴黎市政府都会接获大量观光客的投诉，而巴黎也被列入全世界最糟糕的老鼠城市之一。另外呢，因为老鼠常年与人共处几乎已经不再害怕人类。之前就有巴黎的清洁队员反映，有老鼠直接跳到同事的脖子跟手臂上，非常的恐怖。有些巴黎的家长呢，因为担心小孩被老鼠咬伤，还禁止小孩去公园玩耍。不止如此很多人也担心老鼠的排泄物可能会带来传染病。例如鼠尿引发的钩端螺旋体病，根据报道呢，法国每年都会有数百人感染这种病，出现严重的腹泻、呕吐、肝功能受损等等。如果没有治疗，还有可能死翘翘。以上的这些问题呢，都让巴黎人非常的头痛。不过说到底浪漫的花都巴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鼠呢？巴黎跟老鼠的渊源已经很难考究了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早在14世纪就有大量老鼠生活在巴黎。当时黑死病肆虐欧洲，光是在巴黎就1半的人口死于黑死病。由于致命的病菌主要靠着老鼠来传播，专家推测这应该代表巴黎有不少的老鼠跟人类生活在一起。刚刚讲的主要是历史方面，而至于最近几年老鼠增加的原因，其实还蛮特别的。首先，专家认为全球暖化是个重要的因素。原本老鼠只有在夏天比较活跃，但现在气温飙高，老鼠一整年都会跑出来活动繁殖，导致鼠患的问题越来越严重。而另外，有的人指出呢，罢工这件事情也间接的造成了老鼠的数量暴增。法国人非常的重视劳权，常常会发起罢工行动，就连公务员也不例外。但只要清洁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，巴黎的街头就会被海量的垃圾淹没。这段期间老鼠完全不用怕饿肚子，也让老鼠的数量快速的增加。最近10多年呢，鼠患越来越失控，巴黎被冠上了最糟糕老鼠城市的称号。到后来巴黎市政府真不忍了，决定要启动大规模灭鼠计划。2014年，巴黎市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的灭鼠计划，目标在2025年变成零鼠患的城市。当时提出了不少政策像是每年的7到9月，政府会严格的禁止游客乱丢垃圾，也禁止人们在知名的景点的户外用餐，如果违反规定就会受罚。
另外，政府也鼓励民众和观光客下载老鼠通报系统，将目击老鼠的情报上传，由灭鼠人员前往处理。市政府还成立了特别小组，负责改善街道的卫生，并且劝导市民遵守相关的规范，主动的清理地下室或是封锁地下室的窗户，避免老鼠滋生。如果有民众呢没有遵守，就必须要支付巨额的罚款。除此之外呢，政府也增加了清洁人员，并且在各个地区大量投放老鼠药，甚至政府还鼓励巴黎人晚上可以把家里面的宠物猫放出去，帮忙猎杀街道上面的老鼠。2017年，市政府呢又再追加了170万欧元，大约是台币5000多万的预算。除了在各地广设气密垃圾桶，防止老鼠啃咬垃圾之外呢，也暂时的关闭部分的公园跟绿地，在这些地方全面的扑灭老鼠。但奇怪的是这么多波的灭鼠行动呢，效果都不如预期，不止没有达成零鼠患的愿景，老鼠数量呢还似乎都没有减少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，巴黎整治老鼠之所以失败，大致上面有几个原因。第一点呢是食物太充足。法国巴黎是世界上面数一数二的观光胜地，每年产生食物垃圾厨余真的是太多了，这让巴黎的老鼠们永远有吃不完的东西。再加上巴黎是个年代悠久的城市，很多的基础建设非常老旧，房屋、管线和下水道都有很多老鼠可以繁殖居住的地方，让鼠患问题难以根除。而第二点呢，则是跟欧盟法规有关系。过去使用老鼠药的方式大多是将药饵放置在老鼠会经过的路线上，让它们吃到或者粘附到毛发上，而老鼠呢就会在这个梳理毛发的时候吃到药物中毒死亡。但后来欧盟相关的部门认为，这样子的做法呢可能会有污染水源的问题，或是不小心毒杀民众家中的宠物。因此，欧盟法规要求老鼠药必须要放置在特定的容器内，变成老鼠要主动食用药饵才能够发挥作用。但是就像前面提到的，巴黎到处都有厨余、垃圾，老鼠很容易就能够吃饱，会主动去吃老鼠药的数量非常的稀少，也让灭鼠行动的效果大打折扣。种种的原因让灭鼠计划一次又一次失败。而今年的6月，巴黎政府决定改变策略，跟市民宣布他们即将迈入与鼠共存的新时代了。对于政府的决定呢，巴黎市民的看法非常两极。有些市民很支持这样的政策。之前一份老鼠不是我们的敌人请愿书呢，就有多达26000多人的联署。他们认为与鼠共存不代表要跟老鼠真的住在一起，而是确保这些小动物不再受苦，也不会过度的打扰人们的生活，是一个合理的愿景。但也有人完全无法接受，像是巴黎第17区的区长就公开的反对市长的决定，有些地区甚至还违反政府规定私下投放被禁用的老鼠药，继续的扑灭老鼠。为了要安抚民众的焦虑呢，巴黎市政府强调，他们不是要放任老鼠占领巴黎，而是要把老鼠控制在可以忍受的程度就好。他们现在呢也积极的宣导老鼠对于城市的好处。举例来说呢，老鼠每天都会消耗大量的食物，帮助人们处理厨余的问题。另外，他们在下水道跑来跑去时呢，粗硬的毛发也能够清理管壁上面的油污。而至于大家对于传染病的担忧，政府则表示，过去造成鼠疫问题的品种跟现在巴黎的老鼠其实是不同的，容易与老鼠接触的一线清洁人员呢也都有接种疫苗，大家不用太紧张。而且巴黎老鼠的领域性很强不会让其他的鼠种进入，只要控制这类老鼠的数量，卫生疑虑就不大。这些做法呢都是希望可以降低民众的反弹。不过这项计划才刚开始，之后的巴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的城市，可能要一段时间才能知道了。巴黎的鼠患乍看之下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题目，但查完资料、看完背后的原因之后，我们觉得鼠患反映的其实城市治理的问题。如果要大幅的改善鼠患，可能就要打掉重来，翻修整个城市的下水道建设，或是建立全新的垃圾厨余清运系统等等。只是这些方法背后的代价都非常的高昂，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巴黎会选择与鼠共存，这可能是当下成本最低的选择了。话要说回来虽然巴黎的状况好像比较极端，但其实全球各大的城市呢都面临类似的困境，像是纽约、芝加哥、伦敦也是有非常多的老鼠都被鼠患问题困扰了很久。而就像前面提到的，随着全球暖化加剧，老鼠活动繁殖的时间都被延长，各个城市的老鼠数量呢可能都会在飙升，甚至连台湾都可能会面临严峻的鼠患考验。现在巴黎是第一个跟老鼠妥协的城市，但再这样子发展下去巴黎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与鼠共存的地方。未来可能就不是老鼠住在人类的城市，而是人类住在老鼠的城市了。好的，那这集就先到这边今天想问大家，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病虫害是你很受不了，希望政府好好整治的呢？蚊子太多实在受不了，一出门就一直被叮。B 蟑螂太多，台湾马路上面一堆小强爬来爬去，好恐怖。所以病虫害还好，我觉得台湾的鼠患问题也很严重。第一其他留言分
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巴黎的鼠患问题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澳洲为何对毛选战，以及人们为何害怕蟑螂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